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Borrowed in Item， 也就是以物易物的概念。在政府发行货币之前，人类基本上都是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物资交换。那以物易物跟战争有什么关系吗？有，而且你可能会需要用到。我们可以事先想象，战争开打后，不论是哪里，都会陷入一片混乱。那为什么会造成混乱呢？可能是飞弹来袭，导致路面被炸毁，人员受伤，医院以及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各种物资会被抢购一空，道路运输困难等，各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有钱也买不到需要的物资。这时候就会需要以物易物。以物易物的好处就是在当下与他人交换到你最缺乏或是最需要的物品，像是食物、药品等物资，帮助你度过难关。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要交换，应该就要拿出相对应的物品，才能吸引其他人跟你交换物资。有哪些物品相对合适呢？有哪些合适的物品？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你先想一下，如果其他人要跟你交换，你会接受哪些物品进行交换呢？只有你想要的物品，别人才有可能接受并且与你交换。因此，你可以依照这个条件下去准备，除了自用之外，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拿来以物易物。以我个人来说，我会事先考虑暂时的情况再来进行准备，因为你需要，别人也会需要，但有以物易物的需求时，比较容易被接受。生存的条件将会成为我重要的考量，毕竟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事情比活下去更重要。首先，我会准备干净的水。干净的水除了可以维持人体的生存条件之外，也有许多用途，包括维持身体的基本清洁等。再来，我会准备食物，而且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最简单的就是准备日本制的防灾食品，冲水即食，也可以长期保存。其他推荐的食品就是罐头类、压缩饼干、口粮等其他容易保存、不易腐败的食物。盐的成分是氯化钠，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的钾离子。这些电解质是维持人体细胞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主要的功能是维持细胞体液内外渗透压的平衡。假如饥饿时，也可以选择摄取甜食，这会帮助你瞬间提高血糖，补充细胞能量，让你维持身体的机能。药品在平时就很需要，毕竟身体健康是一个人的本钱，而药物在战争时期的需求势必会提高，因为此时的局势相当混乱，除了道路不通之外，可能还会有许多尸体或伤亡。这将会造成卫生的问题，也容易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因此，提前准备药物就非常重要。战争时期各种物资都会短缺，就连能源都需要事先储备，像是汽油、柴油、电池、发电机等。储备它们可以做什么呢？直观来说，汽油能让汽车发动，柴油可以让柴油发电机运作，确保供电正常。电池则是一种很方便的替代能源。只要是吃电池的手电筒、收音机、行动电源，都可以进行使用。再说，电池其实是一种很方便的物品，虽然它依旧有重量，但是能够随身携带，随时提供电力。卫生纸与湿纸巾看似没什么重要性，不过有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它，像是上完厕所、擦拭身体以及卫生清洁需求。不能说它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它会很不方便。俗话说有钱好办事，虽然战争期间货币可能会有贬值的问题，因此许多人会储备黄金或购买其他国的货币当成交易手段。不过拥有太多的财富也相当容易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因此如果真的有准备黄金的需求，建议将黄金分成小块或小片，不仅方便携带，如果真的有交易的需求也相对比较方便。最后，如果你对于防灾准备没有概念，或是不知道应该要准备什么，不妨参考一下我们推出的避难防灾壶，里面涵盖许多用品，包括多功能收音机、保暖毯、多功能工具刀以及灾害安全留言贴纸。每样物品都可以一体多用，让你使用最少的物品，发挥最大的用处。其实以物易物是最后手段，当政府可以控制局势时，虽然货币会贬值，但不至于完全不能用，而且政府也会实施物资配售的制度。不过，依旧不能掉以轻心，最好还是自己事先准备一些东西，像是避难物资或是以物易物的物品，做好准备。但是我们不建议携带枪支等其他武器，不论是不是平民，是否穿着迷彩服，携带枪支可能会有被当成敌人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不建议各位携带枪支，以免受到攻击。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或者使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如果你愿意加入会员，将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只要2颗茶叶蛋的钱，即可拥有多种优惠。等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下部影片见，拜拜。